首父父母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正在路边给人算命，他们似乎没想到我居然是个神棍，直接呆愣在了原地。还是陆青青嗤笑了一声，眼里充满了不屑。我看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要不要算一卦？不灵不要钱。”陆母的眼泪立刻就止不住了。孩子，我是你的妈妈，跟我回去吧。我看着这几个人，脑子里浮现出几个字：黑气缠身，命不久矣。我收好自己的法器，说道：“我还要回家收拾东西，里面很乱，你们在外边等着吧。”陆母非要跟着我去看看。几人刚跟着我走进脏污的小巷，我听到后面传来干呕的声音。这能住人吗？我停住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可以啊，我在这住了10多年。”陆青青脸色变了又变，我没理她，继续往前走，直到走到一道小门前。我推开门，屋里的陈设十分简陋，我收拾起了我的衣服。陆青青则捂着鼻子：“这堆破衣服还要什么？回去家里就会给你买新的。”我刚想说话，屋里突然进来一大堆人，把陆家人团团围住。你们就是陆爷那家人吗？你们一定要好好对陆爷，这孩子吃了很多苦啊。你们一看就是很有钱的样子，怎么那么多年才把路人找回去？听说家里头还有个养子，这人不知道会怎么对路人呢。我没爸没妈，都是这些街坊邻居和师傅把我带大。我要走，他们替我高兴，但也有不舍。王婶开始往我怀里塞东西，这是我们几个给你买的衣服，以前的那些都旧了，别穿了，去新家就得穿新的。很快，我怀里塞进了一个个大包小包，叔叔婶婶们帮我把行李都搬到了车上。我抱着自己的小黄包坐到了后座。陆青青皱着眉：“你不会要把这些不吉利的东西带回去吧？家里可没地方放你这些东西。”怎么和你哥哥说话呢？我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那我就不回去了。说完就要开车门，陆青青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。还是姐姐陆清雅开口说道：“陆青青，道歉。”陆青青不情不愿地说了句：“对不起。”陆母开始问我平常过得怎么样，说这么多年我在外面受委屈了。亲生父母这个词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些陌生，因为我连养父母都没有。在差点被人贩子打断胳膊时，是师傅一把撞开那些人把我救了回来。我看着不停抽泣的陆清泽，这个人也是陆家的孩子吗？陆青青看到我的眼神气道：“你才刚回家就想把清泽哥赶回去，就算你回来了，我们也不会把清泽哥送走的。清泽毕竟跟我们住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是有感情的，我们一样会把你当亲人看待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”对不起哥哥，我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。如果你不想看到我，我可以搬出去住。我的眼神一个一个扫过他们的脸，我好像没说什么吧，只是问了句这是不是陆家的孩子。他们这才发觉自己的反应有些大，陆母急忙出来打圆场道：“清泽就是当年和你报错的那个孩子，陆人，以后你就是哥哥了，清泽是你的弟弟。”我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车子颠簸了一段时间，就到了陆宅。下车时，没有一个人帮我搬行李，4个人走到屋子里才反应过来落下了我。陆母又跑出来，我们四目相对，我掠过他，径直走了进去。见我自己进来，他们的脸色也不太好看。陆清雅呵斥了阿姨们一声：“少爷刚回来，为什么没人帮他拿行李？”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甩锅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也能拿。”陆母这会儿更愧疚了：“陆人，你的房间还没收拾好，只能先委屈你住在1楼了。”他们3个都住在2楼吗？陆青青喝了一声：“你才刚回来就盯上了2楼的位置。”哥哥，青青不懂事，她只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感情深罢了。你要是想要，我可以把2楼的房间让给你。不用了，我不想住你住过的地方，影响气运。说完，不顾他们的反应就回了房间。晚上，他们已经在餐桌上坐好了，特地给我空出了陆清泽旁边的位置。陆清泽甜甜的叫了我一声哥哥。我看着他，就是这个人的妈妈把我和他调换，如果不是师傅，我早死了。带着这些情感，我实在无法对他露出笑容。宋清泽尴尬的看着眼前的碗，悄悄红了眼。陆人，清泽在叫你呢。我吃饭的动作没停，左手拿着的汤勺摔进了碗里。我听见了，不讲理而已。陆清雅听到我摔东西的声音，皱着眉道：“你的教养呢？这么多年，你师傅和那群人就是这么教你的？”说我可以，我不许他们说王婶。那群人是什么人？你们让我和小偷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还要问我的教养？陆清泽听到我的话，眼泪滴进饭里。陆青青看哥哥哭了，哪里还能忍？你什么态度？清泽哥知道你要回来，还给你买了很多礼物。被替换的不是你，被扔在垃圾桶里的也不是你。你当然不会知道寒冬腊月只穿一件单衣有多冷。我在外面流浪，还有人想打断我的胳膊，让我断肢乞讨。我撸起袖子，胳膊上很明显的几道疤，有的地方甚至深深的凹了进去。很明显，刚才摔进碗里的汤勺是因为我胳膊上的伤。陆青青面色变了变，道歉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。陆母惊了，她没想到我在外面过得这么不好。陆人，明天让清雅带你去做个检查。不用了，师傅带我看过，这条胳膊除了能动，别的什么也干不了。所以对不起姐姐，我小时候只顾着吃饱活命，没人教我什么教养，只有人教我要怎么活下去。是我不配和你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我吃饱了，你们继续吃吧。陆清雅站了起来：“是姐姐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”我回头说道：“如果我说这个家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呢？”陆青青明显是想反驳，又想起我胳膊上的伤，硬生生闭了嘴。陆母这会儿也成了哑巴。陆父严肃道：“毕竟是我们养了10多年的儿子，如果找到了亲生儿子，就把养子送出去，让外界怎么看陆家？陆人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和清泽好好相处。”我最后看了这家人一眼，如果你们非得选一个呢？没人答话，我自讨没趣。第二天，我是被饿醒的。我穿上新衣服，走到大厅时，全部人都已经起床了。陆青青震惊地看着我的衣服：“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我扯了扯自己的衣服，新的，没有
补丁，也没人穿过，怎么了？陆青青立马不笑了，联想到我的遭遇，尴尬的拿起了手机。吃过饭，陆母给了我10万块钱，让我去买几件衣服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的事，陆青青主动提出要带我去买。青青，今天你不是要陪我去取定的珠宝吗？陆青青愣了一下，眼神在我俩中间转了2圈，还是走到了我旁边。对不起啊哥，路人他刚来这里也没朋友，你找你朋友和你一起去吧。陆青青去车库取车，只留我和陆清泽站在门口。她做了头发护理，头发在光下油亮油亮的。哥哥，你要不要也去做一个？说完，他又嫌弃的看了看我。算了，有些人天生不配吃富人饭，你说对吗，哥哥？我只是看着他，也不答话。他被我盯得发毛，说了句晦气就走了。陆青青开车过来，不知道想起什么，竟然主动下车帮我拉开车门。我还是有一只手能用的。谁管你，我只是怕你画坏了我的车。商场很大，至少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地方。别看了，快走。中途他离开了一会，留我一个人在店里。我买了几件衣服，又用剩下的钱给陆家的每个人各买了一件东西。我在商场门口等到下午5点，终于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路人，清泽腿受伤了，在医院，你先自己打车回来吧。我手机里剩的钱不够我打到陆宅，我只能走回去。等回到家时，人都齐了。陆清泽见我回来，不好意思的冲我笑笑。不好意思啊，哥哥，害得青青妹妹没去接你。我都说了，让爸妈他们不用过来，他们非得来。幸好只是扭到了脚，不然爸妈就该担心了。我看着他的脚，上面包着薄薄的一层纱布。这是给先生和夫人买的东西吧？陆母走过来，拿过购物袋，一件一件的往外拿。陆清泽沉着脸，又故作欢笑。应该没有我的吧？没关系，哥哥不喜欢，我也是应该的。陆母把东西都拿了出来，一共5件，不多不少。陆清泽的笑容僵住了。陆母像是想到了什么。路人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少爷的脚流血了。我低头一看，白色的袜子已经被浸成了血红色。陆青青急忙的去拿医药箱，陆清雅扶着我坐在沙发上，小心翼翼的脱下我的鞋子，可袜子已经和我的血肉粘连在了一起，无从下手。我没看他，自顾自的把袜子从皮肤上撕了下来，血一滴一滴的往下掉。很快，地板上聚了一小滩血迹。陆青青拿着碘伏，小心翼翼的往伤口上蘸，我一把夺过来，直接往伤口上浇，接着拿着绷带简单的缠了几圈。赶紧找个医生过来。别缠了，等医生来吧。我自顾自的缠好，留下一句不用了，我累了，就回了房间。过了一会，敲门声响起，不会是晕倒了吧？赶紧把门踹开。我听出是陆母的声音，一瘸一拐的走过去开门。陆母站在屋外，后面跟着个穿白大褂的人。路人，起来吃饭吧，再让医生给你看看脚上的伤。客厅的气氛有些严肃，我到的时候争吵还没有结束。陆清泽的眼睛红红的，原来我听到的声音不是做梦，是陆父把陆清泽批评了一顿。陆青青少见的没有维护自己的哥哥，见我出来，急忙站了起来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没事吧？我没回他，让医生帮我包扎了脚伤。晚饭后，陆青青一直跟在我身边，我一动，他就把水果塞到我的手里。我吃下第4个橘子，旁边又伸过来一个扒好了的橘子，你自己吃吧。陆青青还是把橘子塞在了我手里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把你留在商场的，我本来去了医院买药，清泽哥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受伤了，等我到了医院才发现他只是扭伤了脚，清泽哥非得让我留下照顾他，对不起。我不会原谅你，但我也不怪你。那个电话是你让陆阿姨给我打，对吧？他迟疑着点了点头。几天后我的脚痊愈了，陆母又给我转了钱，说要亲自陪我去逛，让陆青青陪我就好。我陪哥哥去。说完，没顾陆清泽铁青的脸色就往车库跑。那我和青青陪你去吧，他年纪小，不靠谱。陆清泽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。那今天谁陪我去复查？我的脚还伤着呢。清泽，那妈妈陪你去吧。谁知陆清泽气愤地跺了跺脚。我不要，我就要姐姐妹妹陪我去。说完，他才发现陆母的脸已经黑了，陆清雅的脸色也不好看。我看你的脚已经好了，不用去复查了。你非得去的话，那就让司机陪你去吧。陆清泽气得落下泪来，可是这次没人再哄他了。我拒绝了陆母和陆清雅，只让陆青青陪我去。车上，陆青青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东西给我，给哥哥，这是祛疤的药膏，我那天特地去医院拿的，这可是专家做的，可贵了。我没想到他会给我这个，内心挣扎了一会，问道：“你有钱吗？”有啊，你缺钱可以问家里要，我这里没多少。怎么了？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没有。你有多少钱？能给我20万吗？陆青青愣了一会，掏出手机，没迟疑的要给我转钱。等等，陆青青，你什么时候拿的驾照？今年3月，怎么了吗？你这周6是不是要和朋友们去爬山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没跟家里说呢。别去。为什么啊？我都约好了。我知道你们是4个人一起去，不过你千万不能去。陆青青更惊讶了，但看着我认真的神色，只能不情不愿的应了声。好吧。你现在可以把钱转给我了。这次他赚得不情不愿，直到我给他买了一个手串，他才高兴起来。回到家，他乐呵呵的帮我整理买的东西。陆清泽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走过来。青青，累了吧？来吃点水果。谢谢清泽哥。陆清泽这才看到陆青青手上多了个便宜的手串，故作疑惑道：“这是哪里买的便宜货？你就戴手上了，也不怕脏，小心划坏了。我送你的表。”陆清泽说完就要把手串摘下来，陆青青急忙扯开他：“这是路人哥给我买的，肯定不是便宜货。”是吗？确实不贵，几百块钱。陆清泽不屑地看了一眼手串，又伸手去摘。几百块的我也戴。清泽哥，你别担心了，路人哥肯定不会害我的。陆清泽生气地看着我，眼里仿佛在抱怨我抢了他的妹妹，可这本来就是我的妹妹。陆清泽提起了这周6陆青青要去爬山的事。青青妹妹，能不能带我一个？你们4个人多我一个不多。我知道陆清泽这是看我和陆青青走得太近，想要横插一脚。
那也把路人带着一起去吧。可是车上最多只能坐5个人，带路人哥的话就没地方了。不用了，我不去，陆青青也不去。对，我这周六有别的事，不去爬山了。青泽哥，你要是想去的话，我和他们说一声。陆青泽看向我，嘴角扯出一丝勉强的笑。为什么不去了？不是上周就打算好了吗？陆青泽的直觉告诉他，是我搞的鬼。不会是路人哥用他那套东西给你算出了什么吉兆凶卦吧？陆父皱着眉，是吗，路人？我点了点头，几个人的神色开始变得凝重。路人，你以后不要在家里提这些东西，我们都不信这个。青青，周六你要去爬山的话就去，别信这些什么凶卦凶兆的。好，不过你们错怪路人哥了，他没算那些东西。我确实算了，周六那日陆青青如果出门会有血光之灾。你再说这些东西，就给我滚出去！陆父气得胸口不停起伏，陆清雅拍着陆父的背，陆母突然开始落泪，陆青青一点一点帮妈妈擦着脸上的泪珠，陆青则凑在陆母身边，眼神却看着我，眼里是势在必得的得意。是因为那个死去的5岁的妹妹吗？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你既然知道，还要给青青算什么破卦？就是你们这种人害死了玲玲。路人，你把那些东西丢出去好不好？陆清雅给我打了个眼神，示意我立刻去屋里把那些法器扔掉。我没有理会。你既然知道了家里被这些东西搞成什么样，还敢装神弄鬼忽悠青青？那个，我没和路人哥提起过这些事。几个人顿时愣住了，因为如果不是陆青青告诉我的，那我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妹妹死前大约1个月，陆青则发了一次高烧，对吗？去医院也治不好，你们这才请道士来看，但道士看完没多久，妹妹就因为发高烧死了，对吧？陆青则闻言脸色巨变，陆母瞪大了眼睛。陆家确实有个小女儿死了很多年，没错，但是其中的细节却是除了陆家人外谁也不知道。路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至于陆青青，爬山她想去就去吧，我不管了。一顿饭不欢而散。接下来几天，一家人都被我说的那几句话搞得心神不宁。我一直待在家里，哪也没去。陆青青总是想来找我搭话，却又被陆青泽阻止。他竟对你说了那些不吉利的话，你还是离他远点吧。连陆母这些天都当我是透明人，我知道这是触到陆家的逆鳞了，就主动提出要搬出去住几天。陆母欲言又止，还是陆清雅说道：“路人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，只是之前有个顾客找我消灾，在这里不方便。”陆父听到我又开始说玄学的东西，十分生气：“你明天就给我滚出去！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扔了，再回来？”我只拿了几件衣服，因为我知道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把我请回来。走之前，陆青青给了我一张卡。路人哥，你跟爸妈服个软，认个错，他们心疼你，你就不用走了。不用了，而且我也没叫过他们爸妈。陆青青她想拉住我，又被楼上的陆父大声呵斥：“让他走，别拦他！你看看他哪里比得上青泽？”我抬头望去，来这里的第一天，我就问了一个问题：如果你们必须要选择一个人留下，会选谁？这是你们给我的答案，对吗？陆母说不出话了。陆父冷哼一声，回了卧室。走之前，陆青泽对我挑衅一笑：“哥哥，希望你能赶紧扔掉这些东西，然后回家。听说你还没上过学，我等会求求爸爸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就让爸爸送你去上学。弟弟永远在这里等你。”我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陆清雅把我送到酒店，也递给了我一张卡，我推了回去。不用了，这些钱可以之后再给。陆清雅没明白我的意思，但还是把卡强塞给了我。我看着她说了没头没尾的一句话：“你18岁时也受过伤，对吗？”陆清雅惊讶的看着我，刚想开口，我却已经走进了电梯。钥匙扣上挂的铃铛叮铃铃的响，我握住它：“妹妹别吵，哥哥知道了。”陆青青这几天也一直在和我发信息，我没回她，但是今早我主动给她发了一句不要去爬山。当我打开电视，却发现为时已晚，新闻正在播报着。今日我市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一辆失控的货车径直撞向一辆 SUV， 事故造成2死亡4受伤。看来陆青青还是去了。这时陆母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路人，你快来医院啊，青青受伤了。”我到了医院，陆青则对我破口大骂：“都是因为你和青青说那些不吉利的话，他才会受伤，你还有脸来？你手上提的什么东西？”陆青则想拽我的袋子，没扯动。猪蹄，青青都受伤了，你竟然还有心思吃猪蹄？陆清雅看着我提的袋子也面色不悦。陆母从病房里走出来，陆青则急忙询问道：“妈，青青没事吧？”陆母摇摇头，神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。我把手里的猪蹄递过去：“崴到脚了就好好补补吧。”陆父刚从病房里出来，听到我这句话，神色也有点怪异：“谁要你的破东西？”陆清雅看出来我们几个的氛围不对，连忙问道：“妈，青青她到底怎么样了？”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崴到脚了。病房里，陆青青乐呵呵的冲我们傻笑，陆青则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就只伤到了腿？死的不是你吗？”陆青青的笑容瞬间消失，陆青泽这才发觉自己说的话不妥当，急忙解释道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陆父怒急攻心，直接扇了他一巴掌：“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已经听青青说了，是你一大早把她叫起来，非让她给你去山上带个什么东西，要不是你，青青怎么会受伤？”我不知道会发生车祸，我只是想让青青去山上给您求一串保平安的珠子。我听说那座山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师，特地想在您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您。陆父愣住了，陆清雅为之动容，急忙劝道：“爸，青青
青这不是没事吗？况且青泽也是为了你。陆父的面色这才缓和了些，我看到陆青泽那哭红的眼睛里全是怨恨，他就这么看着我，我笑了。陆青泽，那个大师已经离开了，你不知道吗？陆青泽闻言脸色大变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以为你会知道呢，那个大师1周前就离开了，这是当时还上了热搜呢，你不看手机的吗？我陆青泽解释不出来，只好看向一旁的陆清雅。陆清雅的面色也不好看，但还是说道：也许是青泽没看到呢，怎么说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。我以为大师还没走，路人哥对不起，我不该让青青出去的，早知道就该听你的话，今天就不会有血光之灾了。听到血光之灾，陆父瞬间想起来我几天前说的那些不吉利的话。谁把他叫来的？路人哥是我叫来的。我把猪蹄递给他，趁热吃。陆父见是陆青青叫来的我，也不好发作。青青，你把路人叫过来做什么？陆青青摊开手，是几颗已经断掉的珠子。我走到半路才想起来没带路人哥给我的那串珠子，我想回去拿，他们嫌麻烦，就说先到山上等我。我下了车，还没走一会儿，身后就传来了爆炸声，我被吓了一跳，导致脚崴了。刚才我看新闻，死的那个人坐在副驾驶，我下车之前就是坐在副驾驶的。这下全病房的人都看向了我，珠子断了就是挡灾了。但我今天早上明明发信息告诉过你不要去爬山，你若是不去，连腿也不会上。信息？什么信息？我没收到啊。陆清泽脸色变了，急忙说道：竟然青青没事，我们就别问了，让他好好休息。你这个当哥哥的，平时不是最关心青青了吗？陆青青拿出手机，我点开陆青青和我的聊天记录，陆青青手机里空空如也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信号问题没收到？不对啊，我明明记得早上手机响了一声，然后我让青泽哥帮我看看。青泽哥，不是我删的，我没看见他发的信息，不是我。陆家没有蠢人，陆清泽这副样子摆明了事情是他做的。陆母震惊地看着他，青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青青可是你的妹妹啊。我没有，对，是他用那些神不神鬼不鬼的东西害了青青妹妹。若是之前陆清泽这么说，他们也就信了。可是这次偏偏是我救了陆青青。好了，先回家吧。陆青青的眼里满是失望。几天后，陆青青出院了。这些天里，陆清泽四处讨好着陆父、陆母和陆清雅。我知道，以他们对陆清泽的感情，单凭陆青青的这件事，陆家不会把他赶出去的。不过他有命要长，既然不想离开陆家，那就去里面待着好了。陆青青走进来，陆清泽想去扶，他却直接坐到了我旁边。青青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吧。陆母最近的心情也很复杂，但她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关系变僵。青青，你哥哥和你说话呢。陆青青摩挲着手里的珠子，我看出这是我给她的那串，不过少了几颗，戴不上了。陆清泽以为她是喜欢珠子，笑着说：你喜欢这种东西，哥哥过几天给你买一个更贵的，好不好？不用啦。我从兜里掏出一串新的，这个给你，5万块。陆青青一喜，急忙带上就要转账。看到这一幕，陆清泽捏紧了手。路人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串珠子你也要跟青青妹妹要钱吗？保平安的，你也要吗？陆清泽脸色变了变，没说要不要。陆清雅走了过来，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串。可以，10万。为什么我多了5万？你忘了吗？你18岁那年，我就已经救过你一次了。陆父陆母顿住了，陆清雅的记忆也被吹回到7年前。那年他刚18岁，心高气傲，想去别国看球赛，但那天却诸事不顺，尤其是回家后还在口袋里发现了一颗没见过的桃核。之后他就看到了飞机失事的新闻。是那颗桃核，你到底是？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看向陆父。携款潜逃的人找到了吗？那快递再不开工，工人们就要暴动了。陆父震惊地看着我。负责人携款潜逃，我今天才刚听下面人说，这事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妈妈，这是我第一次喊陆母妈妈，陆母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这是玲玲妹妹让我喊的。听到我又提起了禁忌之事，陆清泽立刻想过来打我，但是被陆青青拦住。你竟然又提起妹妹的事，惹爸爸妈妈伤心。爸妈，路人又开始装神弄鬼了。没有人理会陆清泽，全部都震惊地看着我。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妹妹让你喊的？正好人齐了，我拿出了包里的工具和那颗铃铛。陆母看着桌上的那颗铃铛，满脸的震惊。这是琳琳的长命锁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我没答话，咬破手指在铃铛上滴下一滴血。桌上的东西无风自动，指向了大宅的西南角，正是陆清泽的房间。陆清泽房间的后面有一棵树是吗？麻烦您找把铲子把那块地挖开，不是很深，应该很快就能挖到。陆清泽这会儿声音都在抖。爸妈，你们真的信他吗？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可是害死了琳琳，这次不知道又要害死谁。我相信路人哥，要不是他，我几天前就死了。陆母也在纠结到底要怎么做。陆父拧着眉，他不发话，阿姨们不敢动，我不会害你们的。那棵树最终还是被挖开了。陆清泽哭着在旁边说别挖，随后又转头去求陆父陆母，见没用，又死死地抓着我的领子。几年前就是你们这些装神弄鬼的人害死了妹妹，这次你想害死谁？爸爸还是妈妈，或是姐姐？其实你最想害死我吧，你就是故意弄这些东西，想把我赶出陆家。找到了！阿姨一阵惊呼，从土里掏出一块红布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赫然是缺了一个铃铛的长命锁。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个东西明明是我亲自戴在琳琳身上的，琳琳是带着她下葬的。路人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琳琳的长命锁会在这棵树底下？陆清雅和陆青青也凑了过去，这个东西他们都认识，只有陆清泽还留在原地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刷新你们的认知，信与不信
信，你们自己判断吧。我和陆清泽不是不小心报错的，陆清泽的母亲你们其实也认识，她姓江。陆母几乎是立刻就回忆起了这个人，是很多年前在陆家帮忙的保姆，但手脚不干净，在她偷了陆母那条100多万的项链被当场抓包之后，就被赶出了陆家。她因为这件事对陆家心生怨恨，所以在几年后把陆家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调包了。她遗弃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你死了，就没人知道这件事了。你们帮他把陆清泽养大，可陆清泽的命早就该绝，只得吸取别人的寿命。玲玲5岁那年，你们当时若是不赶走那道士，玲玲不会死，陆清泽也不会死，只是寿命会短些。但你们把那道士赶走了，那玲玲就只能死了。玲玲告诉我，她那天痛极了，她想喊爸爸妈妈，却怎么也说不出话。玲玲高烧了几天，就向你们求救了几天。是我们害死了他。我没答话，自顾自地说道：你们没发现自从开始抚养陆清泽，陆家的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吗？而且陆清雅和陆青青小时候也经常受伤吧？今年原本陆家还会再死一个人，那个人是我吗？没错，你们养大的这个儿子才是这一切的元凶。你胡说，你胡说！陆清泽冲上来要扇我的脸，却被陆父一巴掌扇到在地。把他给我拖出去，送到精神病院。陆清泽这下慌了，他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。我错了，求求你们别把我送走，我不是你们的儿子吗？玲玲死了，还有我呢，我永远是你们的儿子啊！最后，陆清泽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听说他多次自杀，但都没成功。陆家不让他死，他怎么可能死？路人，能不能让我们再见见玲玲？见不到的。陆母跪倒在地哭了起来。陆父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卡，哑着嗓子道：听说你们算完卦必须收钱，这里面有100万，够吗？我摇了摇手里的铃铛，已经有人给过钱了。几个人忽的像是失去了支柱，一个接一个的无声哭泣。晚上，我们真正的一家人终于吃起了第一顿饭。陆父想安排我去上学，不用了，他也没再强求，只是告诉我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陆家唯一的儿子。我没说话，最后给了他们一人一个保平安的手串。天刚亮，我收拾好了行李，准备早早离开。做饭阿姨急忙拦住我：先生、夫人，少爷要走。我曾经问了你们2遍，如果在我和陆清泽之间选一个人留下，你们会选谁？你们当时选了陆清泽，现在知道他不好，又想来选我，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，我走了。我听到陆母哭着喊我的名字，听到陆青青哽咽着喊哥哥，我仍旧是不回头。或许就是像王婶说的那样，陆家这么有权势，怎么会这么多年才找到我呢？他们看到我在街边算命，是觉得晦气吗？我把这些事抛在脑后，踏出陆家的大门，我想起师傅那天说要教我一个新阵法，我还没学呢。